点阴谋论来整点啥，但这玩意儿真的是有点东西。你也泰森的弟弟就太巧，我跟你讲啊。好，来看看这个灰灰和老 K 啊，两个人已经打到了第2局了。第1局呢，老 K 呢是14比11的时候，灰灰连胜3局，差一点就翻盘，但是最终老 K 沉住了气，最终呢这个 K 岛那个老 K 是直接就把这个灰灰给搞定了啊。然后看看第2局第2局，这个第2局上来呢，我们看看啊，就是说抢30，他们不到9点开始，应该会打到11点40左右。刚才那局比赛打到14比14，那就是1个半小时的时间。那如果说这一局的话，两个人中途休息了5分钟的左右的时间的话，那就是12点钟左右结束。所以说大家会有的看。第2局呢14比14吗？有可能。第2局14比14有可能，但是有可能还有可能是老 K 会获胜，因为呢这里面要风险对冲。如果说咱们按照赌球的思维来往这里考的话，那么还是老 K 胜的几率比较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盘数灰灰压的多。在资本的运作之下，可能会我就是这个意思。反正你们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我就说点别的，好吧？我们看看现在这边呢，来自于2个大猪。那这一局朱老板是上一局的比赛呢，尽管老 K 最后赢了，8神方面上两个人应该算是5-5开，因为最后这个灰灰的8神很厉害啊。而这个大猪方面上，我认为灰灰是6-4开，灰灰的大猪厉害。只不过呢，老 K 的大门翻盘能力太强，老 K 的大门和千鹤就变成了6-4开，所以说两个人是平开。当然，最终老 K 略胜一筹。而第2局一开始呢，老 K 的8神占领优势，但是在这个大猪的对局上呢，还是灰灰有一点点东西。刚才呢，两个人是老 K 1批，灰灰2批，然后下半场呢是灰灰1批，老汉2批。这一局呢是直接灰灰1批，老汉2批，然后下半场呢是交换回来，你们懂的。在这一局一上来，老 K 呢是利用20秒的时间抓住了一个蓝之山。角落压制起身，要跳 CD 吗？好的，落地直接抓，这样的话直接震就可以。他跟反的话，应该是不如震合适啊，震可以多加一点气的啊。好了，来看看这边呢是千鹤和大门，原地跳，好的，助词一根，好了，再崩。好的，跳 CD 过来，不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被这个某些什么所谓的这个黑粉伤害了，捡了，老 K 捡了，有惊无险，他妈的，他捡完之后他懵了，老 K 也懵了，老 K 这个地雷阵。发生什么事了啊！我操！高手还说是个高手啊！其实也不是说我现在就跟带节奏没关系了就是他就是对吧？我对你是真的爱我别上我啊！好，感谢我们的纯净水啊！我们水哥一手大飞机，水哥也是好几天没来了但是水哥一来就是打了我一手飞机。祝水哥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发大财发大财！这个套词说来就来对吧？这都是双对这个都是有点东西。好，我们看看现在1比0。1比0的话呢，我们个人感觉老 K 是。老 K 难点在哪儿老 K 的难点呢是在于，就是说8神赢不了灰灰，他呢这个也不太好受。灰灰呢，如果8神赢不了老 K 的话，他只能靠大猪，他甚至连千鹤都靠不了。就大猪只要一死，他千鹤几乎是没有翻盘的机会。就目前的今天晚上的这个路子来看，他主要是看8猪，老 K 呢是看8门。这个大猪呢今天发挥不如灰灰好，但是这个大门发挥的确实还是正常发挥，因为是所谓的正常发挥老 K 的大门不存在超常发挥，只要老 K 的大门只要各种翻盘各种赢，就是正常发挥对吧？你懂吧？好了，跳来跳去，铺地，浑身在转。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大家伙以后千万不要再说什么这个什么捧红谁什么带动了什么
都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努力，而且没有他们，更没有我呀。他们不打比赛，我解说个屁呀，对吧？所以说什么小狼的贡献呀，什么小狼这些事儿呢，就是不要再提了。第一，确实没有，或者说没那么大，而且甚至很小。那我大家伙能理解我意思吧？就这是相辅相成的，他们能火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前期很多人说你解说了，把他们带起来了，事实上是他们自己打，我才有的说，好吧？这不是说我狼谦虚了，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你除非说我本身就是因为别的东西火的，对吧？比如说，假设我像现在那种什么张大仙儿，或者说我是什么的，我就想起我童年喜欢这个，我想捧一下这个啊，对吧？我是什么大主播 PDD 啊什么的，什么旭旭宝宝，然后我用我的人气把这个带火了，那你行，你可以说是牛逼，我也是靠这个才火的嘛。这东西我还得谢谢他们呢，对不对？谢呀！哎，你看还得谢人家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什么贡献论啊，很少。我唯一有贡献就是让大家伙啊开开心心的，这个贡献我可以接受。不是说咱对吧？咱不是说咱特别谦虚，这个我可以接受。我给你们给大家伙带来乐趣，对吧？这个很好，对吧？你只需要点一波关注啊，转发啊，多发点弹幕，哪怕你骂一骂我啊，对吧？也行，都小事儿啊。好，我们看看现在1-1。这一上来呢，这两个人啊，就是又开始了啊。好，感谢我们5个乖啊，乖，赠送我狼的一手大金卡，成为我狼的左次郎的粉丝1员啊，非常感谢啊。啊，重手抓过来，这个他直接打晕的这个节奏。你看今天灰啊打老 K 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非常屌的地方，他这个8神啊弄不好就要1v3，有好几局了，就是第1场比赛的时候，第2场比赛打到第3局，灰又是一个1v3局面，而且只要他的8神一旦归起来啊，这就不一样了。今天晚上这个比赛大家伙知道啊，一共是2场，赢7输3，也就是说啊双胜就是对吧？就是赢7，对吧？赢14输6啊，赢14输6。如果要是1胜1负，就是平分啊，就是平分，对吧？你们懂吧？所以说，无论是1400比6，还是6比1400，还是1000比1000，都不是那么亏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看现在2比1，灰呢这一局跟老 K 刚才那个开局差不多。刚开局的时候呢，是老 K灰1比0领先老 K， 然后老 K 5连胜，灰1比0老 K 5连胜，然后这一局呢是老 K 1比0领先，然后灰2连胜，然后不知道灰能不能再来一手5连胜啊？我们拭目以待。好了，要打晕，只要1点就能晕，还有晕点没有了，老 K 再往后拉，好像有点卡，不是，他俩就是龟，他不是卡，他就是龟，谁也不前跳。2次性跑抓，什么叫2次性跑抓？前抓，这是2次性跑抓。还有一种就是跳过去，然后再前跑抓，这也是2次性的。这有一个晃的啊，跳地小回打乱动。这样的话，还是灰的8神占有一点优势了啊。好了，看看，轻手一摸。跳地下 A， 空中一抢落地，最后被抓1点啊！卡过来，哎呀，这个猪防御防的是真好啊！这个防御啊，反正呢，每个人的心中的公平和正义是不一样的。你就是很多人说的那个公平。是你认为的公平，就是我说到这个事儿吧，你不喜欢听了，然后你觉得不公平，其实事实上呢，是你在骗你自己，知道吧？现在这个知道吧，你得学会啊，这都是热梗，你不学会不行。好，我们看看反手一扑，反正你们现在已经伤害不了我啊。人要讲究什么呢？吃一堑，它长一智。人吃过一次亏，他妈再在那个地方栽一跟头，那他妈老惨了。我现在心态老好了啊！好，我们看看，重手一摸，
好了，后手一挑，我可没带节奏，你们认为带节奏是你们的事儿啊，跟我没关系啊。我解说我就说我对吧，我就说我看到的东西，说和对吧，我说我看到的东西，反正无所谓。你们想对吧？你们不想无所谓，可以换防嘛，对吧？小事儿啊，因为我这个解说不是很公正，你们就可以听一听其他的所谓的公正的啊，所谓的公正的啊，你可以去听啊，小事儿没事儿无所谓。朋友啊，不一定非得处，人与人之间处的不开心，那你不开心还处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不是？2比2啊，兄弟们，2比2，两个人又勾成平手。我们这一局啊，看一下啊，能不能冲击8连14啊？什么叫8连14呢？8连就刚才好像据非正式完全统计呢，是已经连续8场14比14了啊，7场了，连续7场了。但是有一场落了，我没看，我看到的是6场，加上刚才那场是6场。那这一次我们不知道啊，会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啊？我们看一眼啊。好的，看看前跳过来，抓过来一根，重手一挠，再接魁3，直接打晕。灰啊，你看灰这几局啊，我们看到了，尽管呢老 K 是有翻盘的能力，你看老 K 刚才就翻盘了，因为我8神虽然说输了，但是呢我可以翻盘，但是呢8神确实输了。你看这一局呢，灰的8神又是打晕的局。又是把这个老 K 的这个8神给打晕了，但是刚才老 K 翻盘，而这一局看看这个猪怎么控制啊？好，来看看，对你们就是我说了一句所谓的啊真话，然后不乐听，那还听什么？对吧？咱们不要互相的伤害啊！我要是伤害各位了，大家伙儿我也不好意思，我不希望通过我的语言把你们伤害了，无论你是谁的粉丝，对吧？你看现在一个对吧，喜欢叶枫的在慢脚，喜欢灰和池的在斗鱼，对吧？还有老 K 在那个啊，对吧？他们都在开直播啊，可以去支持他们，没有必要在我这儿还要是吧？何必呢？是不是啊？好，来看看。这边是2个猪在互拼，我们个人感觉到啊，今天其实还是灰的猪啊稍微牛一点。这个8神呢，这个2个人5-5开，因为前期灰输的太惨了，前期是老 K 的8神把灰干掉，而这个第2场上来就不一样了，一丝血，我们看看跳地这一局，你看，在中后场的过程当中控制节奏感啊，感觉这个灰还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东西的。我们看看面对这个大门。好，来看看，暴气朝天，下臂一个转球啊！好，后跳，房管帮忙看一下啊。同样的话说了2遍啊，没事儿。他同样的话说第3遍啊，你们就认为他刷屏就好了啊。无论说啥啊，都是啊，你就给他封个1个小时、半个小时，让他冷静一下啊。这个就没必要了啊！你看你这个你也改变不了我，对吧？你也不能把我给封了，是不是？好，来看看现在一个助词，这边大门其实是有气的啊，他在寻找一个崩。你看这个崩千鹤就难受了，但是他刚才前冲有点着急，他可以选择摸胸推，他打了个战臂之后呢，很着急，一个勒，这个手速灰有点慢了，前跳 CD 拉过来摸胸推。跳的话很着急，而这个战地我没看懂，灰他想打这个大门后跳的，他想打大门后跳，但是这手战地呢，大门居然是忍了，起身打中最后一点判定，千鹤的没有屏幕后移的这个僵直，所以说呢，第一时间是没有取消的，第一时间也没有能力防住这个战中腿，最终呢被大门翻盘了，连续2次8神获胜，但是最终都被这个大门翻盘。灰也是心态有点对吧？有点上头。好，来看看，再来。对呀，老 K 就是不怕8神，对吧？就是你8神赢了我8神，我无所谓，我还有机会翻盘。但是你的8神输了，就再见了。你灰也好。还是你河池也好，你8神输了，我，对吧？我更牛逼了。但是你8神赢了我还有机会翻盘。不过呢，一直以来啊，咱们最开始，现在不敢说了。最开始咱们认为都是
8神排名第1的人是老 K， 因为他8神1v1冠军最多啊，再加上本身他前一阵战绩也确实是好啊。然后呢，第二呢，很多人就知道是河池，因为河池确实在8神1v1比赛当中啊发挥的很出色啊，但是没打过灰灰而已。然后才是老 K， 而这个现在啊，这个河池他妈的，他可能是偷摸练了。我实话说，现在这个河池的8神有可能灰灰都不一定打得过了。你们这2天看他的比赛啊，老 K 河池没有这个10连灰 K 的时候，这个河池呢都被人损。哎，和老2打不过灰 K， 打不过老 K， 对吧？无限接近 S 级，就不是 S 级啊！现在他妈的，我感觉灰 K 现在有点危机感，真事儿啊！你该说不说，你能看到啊，这个战绩摆在这儿，而且人河池说句实话，人收入也不低，人家该赢，对不对？好，我们看看后前手一个崩，这2天河池确实上天了。我感觉啊，这个灰 K 有点内卷。我现在咱们都实行这个所谓的躺平、内卷，还有鸡娃。我给你们安到这个拳皇角色上，什么叫躺平呢？像这个陶小鸭，像包王，啊，这些人就是躺平的，就是我就是这样了，我也不练了，我也不想赢灰和老 K 了，爱咋咋地吧，我就是消消停停的，我玩我的，我不至于菜，但是我也不想练那么厉害，我不想动脑了，我也干不过他们，我就赚点钱得了，打会儿赞助啊，对吧？哎，什么叫对吧内卷呢？像灰灰老 K， 都想登顶第1人，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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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人。结果他俩互相研究对面的这个招式的时候，突然河池站起来了，河池研究必杀技了，不仅打败了叶枫，而且连灰 K 都遥遥可，对吧？就有点危险，是吧？现在就有点啊，对吧？再加上谁呢？再加上这个鸡娃啊，鸡娃还好点吧？鸡娃谈不到啊，谈不到。我们看看现在这一局。大门好的，这个要原力跳 C 爆气，但是还是没打死。而这个王大拿是，这个王大拿他，哎呦，河池可不是一场比赛啊！河池可不是一场比赛啊！你还记得上次的周赛没有？河池是先战胜了那个灰灰，后战胜了叶枫，夺得的冠军。而且当天是叶枫战胜了老 K 啊！你们可别忘了，叶枫战胜了老 K 的情况下，然后河池战胜了灰灰的情况下，2个人会师决赛在抢12，在抢12的局面当中。叶枫输给了河池，而且比分是12比4，我记得很清楚。而那个叶枫赢老 K 也确实赢了，对吧？那场比赛，河池就是没赢老 K 而已。但是紧接着在之后的比赛当中，河池是12比2赢老 K， 啊，你们不会忘了吧？我不是河池的粉丝啊，我不是河粉啊，我就是知道这个战绩，我说而已，我就说这个意思，我就是把这个数据报道给大家啊。我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记住的，你要是非得说不知道，那我没办法。但这个事儿我亲身解说的，我记得啊，就在前几天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灰 K 擂台赛，对吧？好，我们看看现在3比3。啊，何俊赢的老 K 啊，对不起，那我记错了 ，sorry 啊，犯错了，对不起啊，我道歉。何俊赢老 K， 对不起，何俊赢老 K， 然后叶枫赢的何俊啊，总体来讲是我记错了，对不起。是我记错了，你看，要不然你们不指责我的错误，我就不知道。但这个我确实啊记错了。好，来看看，但是河池战胜灰灰这个事儿你们还记得吧？好像比分是7比4，对吧？何俊赢老 K 是7比2，河池赢老 K 是12比2。这个没错吧？我这个要再记错了，我就怒干一瓶小啤酒啊！我真是我买了，我因为肖哥在，我确实买了啊。好，这个我们看一下，一手王长棍打晕爆气。哎，你这气人啊！你这个你愣什么呢？他又不会叫援助的，对吧？他又不会叫援助。这好，4比3。
何俊，我跟你们讲，你们不要小看何俊，真的。我吧，不是说非得捧新人啊，我何德何能？我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了，以前我还有点话语权，现在我就是个懒闲子啊。但是呢，这个何俊以我这么多年在这个圈里面解说的这个眼光，我告诉你，何俊是真有点东西。他有点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想要达到灰 K 和10，叶枫基本上是没机会。但是呢，他真有可能会挑战一下这种一线顶尖的快感。而且呢，他有可能会是吧，给老 K 造成困扰，因为老 K 啊，他不会打猴子啊，他就有点不会打啊，但是老 K 又没必要打啊，输给你何俊也其实无所谓了，他研究这个何俊没必要啊，但是呢，确实是老 K 该输，但是老 K 还是赢得多，但是何俊的这个猴子不要紧，你没发现何俊的这个龙2，还有他的8神都很强。啊，都是属于一线的啊，都一线有上限，他可以练到一线顶，有可能不是猴子强，是他俩的龙2跟8神有机会，猴子呢也可以搞偷袭，然后那手那个什么那个他大猪他也会玩，千鹤他也会玩的，你们不知道啊？何俊这个人好像8猪鹤龙，他除了大门不会玩，其他的都还行啊，玛丽不会玩。而且他不会打玛丽，不会打那个东丈啊，但是呢，不会打东丈也照样赢这个黄老板。我昨天晚上嘛，不是刚把那个比赛解说完嘛，黄老板最后是14比20吧，还是15比20，我忘了，输给何俊。何俊打的其实还是蛮轻松的啊。我们现在不提这个事儿了，因为这个比赛正在进行，而这一局呢，看来两个人是4比4的比分了。因为呢，这一局啊。这一局老 K 呢，他的大猪的血量实在是太多了，而且3颗气，他可以随便就崩你，对吧？然后这个灰呢，他要想办法把这个猪的气给骗掉，他的任重而道远。血量方面上呢，现在千鹤看似还多一点，但是没有用。你看连续的踢，现在老 K 的心态不一样，我这个3颗气就可以随便崩你了，崩着你没血了，这个是很赖的。你看再崩，然后转后前手，你看腿把崩一下就死。不敢崩，刚才第一点，2次形跳地，拉过来，后跳 CD 再顶，前跳过来一根，蹲着不动啊，这个地头没拆，打一个轻手的影子，让老 K 误以为是这个真身到身后，想让老 K 打一个战臂接抓，但是老 K 没忍，他直接出抓了，没出战臂，而且抓的距离还非常远，所以说比分是4比4，老 K 呢是再次的把比分扳平。这样的话，我们看看怎么说。好，来看看，抓过来，重手再反抓，一手魁3打晕，前跳地，重手前倾手再出。现在黄老板也是妇女之宝啊，也是妇女之宝。什么意思呢？就是黄老板在养着打。前两天灰打黄老板，20强20的，20比16，你们还记得吗？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啊？但是呢，到黄老板擂台赛的时候，你看这帮人一个个的啊，我操，那跟疯子一样啊！反正是这个意思。但是黄老板也有赞助，有人喜欢黄老板。我要是赞助，其实我也喜欢黄老板。为啥呢？因为咱们玩97，有的人希望观赏性啊，无论他对吧？就是你就像有很多人喜欢看那个扣篮大赛似的，他喜欢看这种输出，喜欢看这种秀。但是呢，你要就是真说到那种决赛，就包括那个足球决赛，也是打得太龟了，太谨慎了，也不想看了，对吧？这种一招定胜负的那种啊，还不如看一点那种就是啊，打的就比较华丽。是吧？这种好，那看看灰这一局又是一个8神1v3的局面啊。好，下盘闪身朝天椒，好的。噔，兄弟们，你们记住啊，第一就是人在矮人下，那就点低头。第二呢，当你牛逼了之后呢，
对吧？你就可以把仇报了啊，是吧？解自己心头之恨。但是呢，这是小聪明，这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呢，就是做好自己，对吧？什么事儿都不用管。你像刚才有很多人说我带节奏，说我干什么呢？对吧？其实那是他们自己内心，他们接受不了这个事儿，啊，接受不了啊。然后呢，打着为我好的名义，不过不要紧。其实人与人活着不一样，有的时候吧，吃亏上当的也并非没有坏处啊，吃点亏没坏处啊。好，我们看看这边2个8神，这一局灰灰的残血8直接被崩死。没想到啊，这个跳地呢没骗到这个钢 CD， 有的时候跳重腿打的点打得好，钢 CD 会挥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重手前行手。跳中8神的跳重腿啊，打的位置和出招的这个时机打得好，会骗掉对面8神的 CD 的，啊，骗好了容易反击，重手前行手接葵花3式，这个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印象啊？但是呢，必须要准确打点，打得不好肯定不行啊。好，跳地跳 C， 回身一崩。好，再崩一点啊！好，回身再，我一看这一局，这哇闪身出来，空中一抢。哇哦，老 K 这一局好，反击一锤不啊？他不能说对吧？每次都是你说你大猪，对吧？每次都是大猪突然就被连锤打中啊，可以忍啊。你被连抓，其实很多人说无限连抓，哎，就是很多人开玩笑说是无限连，无限连抓其实他心理上的对吧想法不一样，但他有缓冲期，而且连抓呢双方都是在互相猜。你被连抓没什么大不了，你被连锤就说明你着急了，你不能被连锤，你知道吗？大猪这个人连着跳锤打你，加上对面配合倒地就瘦身那种，哇，好疼的，死的比就是对于这个游戏来说啊，对于这个97游戏来说，有的时候人家站那不动让你打，可能打死你需要7、8秒钟、10秒钟，但是呢，你如果配合的话，可能不需要5秒钟就能把人打死，就是这个连锤，这个连锤太恶心了啊！好，抓影子，仙鹤直接被扣死，5比5，两个人并驾齐驱呀，一进一退，就是干啊！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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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影子这个很正常啊，但凡用大门的人抓影子，这都是在出招的一瞬间预判到你的这个。不是第一时间抬手，其实就是第一时间抬手啊，也看位置。大门离得远，那肯定是白扯啊；大门离得近，那就是跑钉。你不出那个影子，反而还抓不到你；你出了就抓你了，是吧？这招老 K 研发出来之后啊，很多人也是用这招来打灰灰，但是效果呢并不是特别理想，因为老 K 呢这个人胆大而心细啊。他不是说有的人他给他一蹲起，他就很多人就知道你要跑抓我了，而老 K 不动声色，老 K 站那他不是说给那他能让你猜到你干什么，老 K 不是，老 K 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这就是老 K 恐怖的地方。好的 ，CD 直接骗 CD 反击的一个升龙，一个直接的大回。好了，闪身一个掏，飞身反崩，反跑，一个抓腿把。反正葵花的话也加不了多少气儿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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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直接一个抓。Round 3。我这个鼻涕真是啊！好，这一局你看，刚才是连锤啊，刚才是灰灰的连锤，老 K 呢还好是稳住了。我们看看一锤，反锤
看看老 K 能不能连锤。哇，漂亮！这扑也算锤啊，兄弟们，这是偷下盘的锤。还剩一滴血，闪身后拉，不敢崩。苦肉计，苦肉计。其实他防住的话，钢 CD 也行，但是浪费一颗气也无所谓啊。这样的话，他有这颗气，大门也不敢跳中腿的啊。他跳中腿踢的话呢，其实大叔还是很恶心的啊。我们看看3颗气的大门，现在连续的往前拍，好的，蹬一腿，大门不敢跳，反崩。你看这一颗气到手了，对吧？马上又长一颗气了吧，对吧？啊，但是这手跳中腿，他居然前跑，这样的话呢，亏了啊！这个局不好打了。老 K 将近满血，然后你就对吧？你面对2颗气的大门，3颗气的大门，那有可能就跳地钉了。我们看看现在有没有卡卡跑丁车，闪身，崩豆一点，再崩，回身再崩一点。你看一顿，我操，这老 K 好的，虽然说把所有气儿全用到了，但是还是长出一颗。头上符朝天椒，他可以前线再头上符啊。其实朝天椒直接踢死了。打 counter 的血量是多，然后再打完 counter 再接的那个血量也是多的啊，这个血量也会增加的。他直接一脚就踢死了，不用考虑了。万一头上符距离不够怎么办？这样的话比分变成5比6，老 K 呢不仅把比分追平，而且反超啊，怎么说？好，下必杀。掏裆，原地起跳。哎呦我天，直接打晕了啊！好，这样的话又要追平了啊！好，开局一个扑，空中一抢，跳 C， 抓过来。这样的话不要，其实没有必要接必杀的啊，兄弟们。但是灰明显是实惠了啊，实惠了，落地再抓，重手再接必杀，这个人突然就变实惠了，一个波升龙，怎么都行。好，头上落地阵。逆向头上符落地阵，没阵，玩路子。好的，这是必阵的，成功的头上符落地，这就是奔着素材使劲的，兄弟们啊，这就是奔素材使劲的，这就是素材，这就是素材啊，这个屌的要死，他对吧？晃我一下子，又晃我一下子，这灰被秀了啊！灰说发生什么事了，对吧？你好像是那个《乡村爱情》里面那个香秀啊，还是那个汉光武帝刘秀，还是那个闯关东里面那个秀。好，直接捡起来，再一个捡，爆气阵吗？不敢，不想浪费气儿，但跳地接抓，素材局，兄弟们，素材局，可以的啊。好，这对吧？哎呦，没抓着，跳地钉，这灰怎么突然变傻了？我操！这，灰突然就变好的，一崩，只要一个摸胸推就死，就要摸胸推。素材局啊，这可以被列为老 K 经典反3的这个top 系列，甚至可以排到top 3。尤其是这个大门打8神的时候，就是一个字儿干，这屌啊！这就大门，对不对啊？这叫大门，这就素材局啊！一定要这个素材局，这个是最关键的。这很多你看很多营销号啊，很多公众号啊，这不是很多那个视频号就开始了。这一个视频就可以单剪出来，然后老 K 怎么啊？好，再抓，反切回来，一手小回3，
好，一抓正手一挠，再接必杀。这一手反3老 K 对吧？一波3连胜，从4比5变成了7比5，而且再赢这一局，而且你看这一局的八神还有优势。再赢一局的话又是8比5啊！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上一局啊，第一场比赛就是8比5上半场出的局啊，就是8比5上半场出的局，然后再说，对吧？好，一个抓，正手一挠，一手魁3，原地起跳，小魁掏裆，原地起跳打晕。好的，跳 C 接抓，直接1v3局啊，1v3局。好，千鹤能不能先把八神搞死啊？其实也未必。能不能来个千鹤素材局？他就一直下重手啊！他这下重手，你别看好像感觉，哎，这怎么回就这么简单的招就把老 K 打败了吗？啊，这玩意儿可是内含乾坤啊！好，看看怎么说。一个崩，祝斯过来，浅浅，再往前拉。下盘忍一个崩，好的，蹬一腿过防，素材局双素材局吗？难道是骗闪身？双素材局吗？直接打晕了啊！刚才已经晕了。就是你反3来，我反3。哇！爆气，骗闪。我操！哎，还想反3，还想反3，这就难了啊！这不一定能反了，我告诉你，不敢捡，下轻手一晃，反不了了啊！还想反，不过这个 bug 阵确实挺变态的。说句实在话，我要现在说一句，取消 bug 阵，会不会有人对吧？这个不会揍我吧？好可怕啊！好，10比分，老 K 8，灰5，还是8比5，还是8比5啊！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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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梆梆梆梆梆梆。这个确实是啊，还是8比5，第一场也是8比5。为什么要取消千鹤布阵？千鹤的布阵不是 bug 呀，对吧？你看，你千鹤那个老 K 的不是老 K 那个大门的那个 bug 阵叫 bug 阵，对吧？它叫 bug 阵。好了，又是一个抓。好，这一局灰的八神在奋起直追。98就是把 bug 阵给禁了，因为98大门就是太变态，就跟禁裸杀一样啊。97的八神裸杀太变态了，相反就是千鹤跟八神就是老生常谈了啊，没意思了啊，不说了。反正呢，就不能动蛋糕，你把有的人的蛋糕动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包括有的人的粉丝，对吧？你就肯定是不行，咱实话实说。当然呢，现在这个希望能够正常发展，如果畸形发展的话啊。这个圈儿，当然这个圈儿我估计也就是，对吧？3、5年，反正还有啊，还有。你像我们支持我狼的这个肖哥
像他这种大老板，或者说还有很多其他的老板，他能支持到什么时候呢？我们都不知道。也许还有新的老板，比如说像咱们现在啊，有很多90后的老板也逐渐的站起来了，对吧？这个也年入几百万了，上千万的，有可能啊，对不对？有95后有可能都站起来了，发家致富了，就喜欢这个游戏，还能再捧一把。但是十年，我估计应该没了啊。但是呢，不是没了啊，没了不是消失了的意思，就是可能赚不到这么多钱了啊，不是说没了，是赚不到这么多钱了。而且呢，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就难。很多人一个月能赚个30-50万，能赚个20-30万的人，对吧？你让他一个月赚7-8千、1-2万，他可能就不想赚了。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好，闪身过来。现在这个千鹤呢，任重而道远，刚才被大门各种翻盘，已经是连胜4局了，而这一局大门又是要翻盘，跳地钉。这个节奏很好啊，直接就是一手5连胜，而且连续的这几局都是大门的翻盘，这他妈这大门太猛了啊！这样的话5连回回，老 K 5连回回，比分9-5，从4比5啊，从4比5变成9比5，可以的啊。好了，又一手葵花。我们还能维持3到40年，反正你先成为老板再说，因为成为老板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对吧？你成为老板呢，有的老板可能他就什么了呢？他就先整一波王者荣耀怀旧哈，间歇性的，从97从开直播到现在啊，14年千波大战到今天，这已经是7个年头了，对吧？已经是7个年头了。有无数个老板，也有后站起来老板，也有前面老板站起来后来还骗钱的。想当年老 K 不被人骗了吗？具体是谁我也不说了，是吧？那不也有骗的吗？有对吧？这啥玩意儿？这东西你对吧？没法说啊。好，老 K 呢不仅说是各种大门翻盘，而且这一局8神都急眼了。灰灰有点丧啊，有点丧，直接被追成了一波这个1v3局面，对吧？好，好，一手回3 ，CD 一个波，秦好的，这一个大跳升龙都不好使，但他应该出百合折啊。他不知道自己跳 C 居然跳到身后了，他应该百合折好了啊。反正你们能理解啊，咱这该说不说，这个老板啊，每一个人都希望当老板，但是有的人天生就能当老板，有的人就不是老板，人也能花这个钱。我就有个哥们儿，就是现在就是你们熟知的那个，我有一个朋友系列了。就是他家呢是有钱，就是有点钱，就是小康生活，就是不是就中产吧，应该说啊。但是呢，那是人家爸妈的钱，不是他的钱啊。所以说他也不咋有钱，但是他自己心里面有底。但他爸妈就觉得他坑，不给他钱，他自己赚钱赚不了多少。但是呢，他每次一出来玩，就有一句话，就是出来玩还怕花钱吗？他一个月赚2000，他能花4000。他没有，他就拿就小额贷，就这种人。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那对吧？就现在在座的各位啊，包括我在内，我这人我对朋友不抠，但是我对自己挺抠的。我实话说，我真挺抠的啊，我对自己老抠了。我真的我吃一根火腿肠就得3个板豆吃，真的。我吃一个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最后给那签子撸的滋冒火星了。我真的对自己抠，我就说啥呢？就真有一天我可能赚了挺多钱了，我也不可能像这些老板，就是说可能会怎么样。也许少赞助点是可以，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可能觉得第一我也当不了，我要真有个几个亿可能行，但是你让我有个几百万，我可能不像咱们现在这老板又送我这个飞机火箭的，我可能还觉得自己不够格啊，只能是这么说啊。
但是各位有各位有，你像我们之前有几个老板，他们月入可能也就是2、3万。说句实话，现在这个社会2、3万也不多了，但是人家可能就当买门票了啊，就像看着郭德纲和于谦的这个相声要买门票一样那种，看开心麻花剧场的那种。但刚才这个人物限定技啊。重手、擒青手在角落里面葵花第一式，然后慢一点接第二式，然后出这个8之女，这是一个限定招。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老 K 的8神呢，不仅又赢了，而且有可能会1v3。这样的话呢，我们看看啊，是1v3没成，但是呢是赢的几率比较大。他现在已经是10比5，领先5分了，而灰灰呢已经是6连败了啊，这个。就很难受啊，灰灰被打的有点懵了，对吧？好，腿把往前拉，一个快，哎呦，这一局还有翻盘的机会吗？哎呀，这2锤，这2锤打完之后翻盘的几率几乎为5%以下。他这个你看他，人家2颗气啊满血，你除非是抓住了一个对方的大 bug， 然后一个超级必杀要爆气，肯定是要爆气的。他崩了一点，蹬一手，头很漂亮，你看他必须得有这个布阵，打晕了啊，打晕了爆气，下重手助词，他其实不用跳 C 下重手助词，他可以直接下重手助词下扣，也一样了，翻盘了兄弟们，翻盘了，不一样了啊，虽然说没有69。啊，虽然说不是同一个时间，但是同一个厕所啊。今天灰灰再次挑战一下这个千鹤下盘2点接插你眼睛，但这个眼睛没插着，这回是真出布阵了，翻了，结束了对方的6连胜。啊，刚才老 K 是5连胜，现在是6连胜。现在我们看一下啊，灰灰结束6连胜之后能不能啊再对吧？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但是呢现在。在8神方面上啊，灰灰还是要找机会。啊，葵花2点。好，直接扣死，双化食人喽！啊，谁让你对吧？谁让你打拳皇不带？我跟你说，没有人打拳皇不带头盔的，知道吧？这个裸杀，没什么。我跟你讲，现在基本上也没有那种，也没有所谓的战术型裸杀，也没有所谓的战术型被裸杀了。都是摇错了，说明手法还是不好啊！好，一个扑，空中一抢，好，落地一个抓，哎呀妈呀，这一个肚皮！这必须得戴头盔啊！哪有打拳皇不戴头盔的啊？好，下臂，回身再崩，助词下扣，哎呦，好，蹬一腿，再忍。好，反崩，现在又是灰灰的素材局啊，又是素材局。实战手法最好的是叶枫还是小牙？没有用，他俩也失误的啊，他俩也有失误的。所谓的这个手法都是在于什么呢？我觉得以稳为主啊，再秀也不会是秀啊。好 ，bug 阵可以，3比1，没招啊，还是差啊，现在是。11比6，相差5分。咚咚踏咚咚咚咚踏。
好，落地升龙，反抓，重拳接魁三，好的。破防，灰灰这一局八神有点东西了啊，开始注重在空中和偷下盘了，注重了啊。好，又是一个残血八。这个残血八能否抓住机会？小魁三起身可以跳 C 压制，反身位。他第一时间跳的时候没出攻击，有可能会出攻击。这次也是个相杀，不过你懂的，这个残血蒙一下就死啊，对吧？舆论拍。好，腿把，忍啊！这一手能量闪身，但是把1P的位置交出去了，没事儿，崩角落压制，跳 C 反身位这个重手，请问是什么意思？他可能是对方能量闪身之后，他点重手的时候，他想转球，结果现在被反转，好的，又他返回来跳 A 压制，扑地有点着。我刚说他扑地有点着急，但是老 K 贪了，这就是贪了，看没见？这就贪了，这俩人还说是高手啊，还说是高手，我都关着灯，对吧？你说你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想闪身过去，指令头加转球，但是最终你懂的啊。好，跳地过来，底盘忍一手，是灰灰弹了啊！对，是灰灰弹了，兄弟们啊，记错了啊，记错猪了。这个大猪的这个肤色有的时候对吧老换是吧啊？这个我以为屎黄色大猪。我以为屎黄色大猪是老 K 啊，因为我一直印象当中都是老 K 是屎黄色的大猪，然后那个灰灰是白色大猪啊，我一直以为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呢老 K 是白猪了，是白野猪，我就懵了啊，我就懵了。12比6，兄弟们，相差6分了啊，相差6分了。好。总比分我都写了，这屏幕上这没看着吗？这飞点，我都注意你好几次了，我以为你的眼神应该以你的智商应该能看到这个实时比分等于多少啊？你好，一手重手接钉，好后抛当前倾。下臂，哎，节奏很好啊！下轻腿接下轻手，你们可能会接上，但是下轻腿接下轻腿再接下轻手，很多这个小伙伴就懵了，对吧？很多小伙伴就懵了啊！其实吧，我狼不是没有耐烦。其实我们直播的小伙伴啊，对我都忘了，直播的小伙伴给我做了一个框。我到现在都没有用啊！他给我做了一个那个框，我一直就感觉就那啥了啊，你懂的啊，太嘚了啊！好，现在上半场是8比5，下半场是4比1，12比6，啊，这个差距太大了啊！这个差距，灰灰想要追基本上是难上加难。
难上加难是什么字儿，兄弟们？啊，一个男中间加一个女，右边再加上一个男，这个字念啥？有人知道吗？好，好，又是一手抓。啊！哎呀妈，这个 CD 骗的是真的是泰森的弟弟就太惨，灰灰心态都崩了。嗯。底盘不死，很聪明啊，有延迟伤害。再崩。好了。这家光崩 CD 就崩了这么多血。好，一个卡卡跑丁车，好像血量刚刚好，好像刚刚好，正好死啊！哎呦我操，没死啊，也是死。嗯，灰灰拉了，灰灰，好啦，终于没有14比14了吧？终于没有14比14了吧？对吧？也不是把把都是14比14啊。不能吧？不能再14比14吧？灰灰一波6连胜，哇，想都不敢想啊！好。一会儿我们去听知道吧，应该会知道吧？他已经输了一局了，他一会儿肯定会有知道吧？我们看看他现在几星了啊？现在灰灰是3星，灰灰是3星，所以说一会儿灰灰应该会挑战一波这个什么啊？哇哦！老 K 的洗地魔力多，直接一个暴气珠摔死啊！直接一手暴气珠摔死。那我们看看，现在这样的话可不简单啊，兄弟们！反扑，现在灰灰让对方连胜3局，而且连胜3局之前可是连胜了6局，这就是9分啊！这是简简单单的晚饭啊！连续锤。灰灰开始反锤，但是血量实在是太少了，后前锤后拉，很多人小时候管这个叫狙击锤。好了，反扑，这样的话，如果是6-1儿童节的话，那么14比6，灰灰再能翻盘，那我都那是真不能，那谁说算谁的啊？那啊。我操！灰灰有点东西了啊！好，一个靠要破防。哎，你这个计算好，站地。哎呦，这，好，14了啊！这个我有9个赛点啊，我有9个赛点系列，兄弟们，我有9个赛点系列，9个赛点怎么说？难道你能8连胜？9个赛点，不是8个赛点啊，9个赛点。
嗯。好，再拼。老 K 的8神这一局在对杀的过程当中被对方打晕啊，被灰灰打晕。8神粘着大猪打，如果要说给猪搞死，这一局是有机会的啊。一个转，9连老 K 兄弟们啊，什么玩意儿？这尼玛是赤裸裸的，对吧？我只能吃一个80年的西红柿尝尝咸淡了啊。好了，轻手轻手，跳地接抓，看看怎么说。这个灰灰的大猪跟第一场比赛的大猪完全是两个猪。第一场的比赛的大猪绝对比老 K 厉害，第二场比赛的大猪，他不是没有老 K 厉害，他是被老 K 打傻了，知道吧？哦，放弃了啊！终于没有双14了，兄弟们 ，OK 了，打废了，我们去看看啊。好，我们去看看。开会，发大财是没有了，开会吧。嗯。